我牵着小狗从医院取体检报告单出来，就遇到一个孕妇大着肚子嚷嚷着让我把小狗牵远些，脏死了，脏死了！万一这小畜生身上的细菌影响了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他的声音尖锐刺耳，吓得小狗直往我的怀里钻。见我没有开口，对方更加不依不饶，走近几步就要抬腿踢我的狗，结果脚下一滑，直接摔在了地上，导致流产。他哭着发视频控诉我的小狗害死了他的孩子，还说狗这种生物就不该出现在公众场所。网友们还扒出了我不孕不育的体检单，怒骂我自己是只不下蛋的老母鸡，还黑心肠的见不得别人好。小狗也被人下毒害死。我抑郁跳楼后，和我结婚了3年的丈夫拿着我的赔偿金和那个孕妇双宿双飞。死后我才知道他们是青梅竹马，这一切就是一场特意为我准备的陷阱。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的身体没问题。那张不孕不育的体检单是我丈夫刘健的。再次睁开眼，我回到了在医院门口遇到孕妇的那天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啊，哪里来的小畜生，吓死我了！我最讨厌狗了，是谁这么恶毒，故意吓我啊？脏死了，脏死了！这小畜生身上得有多少细菌啊！赶紧滚开，滚开！尖锐刺耳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里，我下意识抬头就对上了林茵那一脸嫌弃的憎恶目光。飞速坠落时，耳边呼啸的风声似乎还在回响，那种失重感让人没由来一阵心慌。我的心不由得沉了又沉，一直到周围开始聚集了人群，议论声才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我竟然重生了，重生到在医院门口遇到孕妇林茵的那天。喂，我跟你讲话呢，你这个人听没听到啊？林茵的声音还在继续，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恶意。这种小畜生，你自己喜欢养在家里就好了，干嘛领出来啊？这要是咬了人，那人岂不是受了无妄之灾？对面就是幼儿园，多少小孩子害怕这些东西，万一给孩子吓坏了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我肚子里可是也怀着孩子呢，这小畜生身上都不知道有多脏，万一他身上的细菌影响了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我和你没完！林茵一边唾沫横飞的怒骂，一边用手抚摸着自己的肚子，一脸受了天大的委屈的模样。周围的人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只看到孕妇情绪激动，便纷纷开始帮腔。孕妇可是不能受惊吓，你这小姑娘也是的，怎么自己的狗都看不好？这玩意自己喜欢养在家里就得了，可别带出来丢人现眼了，真当孩子养了啊！现在的小姑娘一个个嚷嚷着不生孩子，光养狗了，把那宠物整得比自己爹妈都亲，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教的。可不，我邻居家的孩子养的狗天天喂狗粮呀，一个月花小几千块钱，那个败家哟，以后谁敢娶啊？林茵听着大家都帮他说话，更加变本加厉，看向小狗的目光也是毫不掩饰的恶毒。就连和我结婚的3年的老公也语气不悦，都说了就把他关在家里，你偏不听，走到哪里都偏要领着这么个玩意，他是你儿子，能给你养老吗？早知道今天这样，我就不跟你一起出门了。你怎么这么能惹事啊？上班烦，下班和你出来更烦，赶紧让他滚车上去。要是给人家孕妇吓坏了，咱们倾家荡产都不够赔，他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上一世就是这样。林茵处处针对我的小狗，一口一个畜生的喊着，周围的人也莫名带着恶意，
明明小狗就在我的身边，乖乖坐着，什么都没有做。明明我也牵了绳，对他们没有造成任何影响，却还是要承受着大家的不满和谩骂。甚至林音说着说着，还直接抬腿往小狗的肚子处踢过去，然后在抬腿间一个没站稳，直接摔在了地上。他处处找茬，自作自受。转过头来，却一口咬定是被我的小狗吓到腿软，才导致摔倒流产。林音哭着控诉我和小狗害死了他的孩子的视频，在网上迅速爆火。我也被义愤填膺的网友们黑上了热搜。有人扒出了我不孕不育的体检报告单，我就说怎么如此恶毒？原来是只不下蛋的老母鸡。自己生不出孩子，也见不得别人好是吧？现在的人心都太黑了。还有那生不出孩子的，故意追尾人家车上标注有孕妇有孩子的车呢，这种人就不能叫人，就该拉出去千刀万剐，枪毙100次。家里的地址被曝光，门口堆放了各种垃圾，甚至花圈。我发了视频澄清，结果大家根本不买账，所有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，至于事实如何，似乎也没那么重要。仅仅几个小时，我的账号就被举报封号了。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面对如此网暴又无能为力，一度抑郁。在小狗也被那些所谓正义人士故意投毒毒死之后，我直接从18楼一跃而下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林音则是靠着吃我的人血馒头大赚了一波同情和流量，接了广告，开了直播，赚得盆满钵满。而和我结婚了3年的丈夫，在我头七未过就带着林音领了证。原来2个人是青梅竹马，婆家对我养狗一直颇有微词，加上林音肚子里的孩子早就有滑胎迹象，所以2个人合起伙来，特意给我策划了这个剧本。4周的议论还在继续，众人看我和小狗的目光里都带着不悦。林音见时机到了，往前几步就准备故技重施。有了上一世的，我又怎么会让他成功碰瓷？眼看对方要有行动，我直接把小狗抱在怀里，往后退了几步，又说怕狗，又一个劲靠近。知道的是你为母，则刚想要克服心理障碍；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拿我无辜的小狗碰瓷呢。林音讪讪停住了脚步，目光瞥了一眼我身后的刘健之后，开始戏精附体，哽咽着开口：“我只是害怕狗，我有什么错？”说着还抹了一把并不存在的眼泪。我肚子里还有未出世的宝宝，我实在害怕孩子有什么意外。姐姐，我们都是女孩子，以后你也会当妈妈，我相信你会理解我的吧。丈夫刘健也随即附和：“对啊，青青，她是孕妇，你就不能让她吗？你以前明明是个善良的女孩，现在到底是怎么了？”他这一番话下来，明显是想坐实了我因为嫉妒林音，故意用狗吓他。同床共枕3年的男人，到头来捅刀子捅得最狠。我瞥了一眼刘健，又冷眼扫过周围的众人，对着人群里嚷得最欢的那个男人开口：“你一口一个替孕妇着想，那怎么不把手里的烟头掐灭了再说话？孕妇脆弱，看一眼狗都能吓到，吸你的2手烟就没影响了。”那个男人一愣，面色露出一瞬的尴尬，往人群里又退了退，嘴里还嘟囔着：“我在马路边抽根烟怎么了？又不是封闭的公共场所。”我冷哼一声，一字一句的开口：“那我牵了绳的小狗又挡着谁的路了呢？狗一没有扑人，2没有乱叫，甚至看到它靠近，还一直往我身后躲。我请问，是它呼吸抢了你的氧气吗？”我从头至尾只说了一句话，对他并没有任何为难。
我的小狗一直老老实实在我脚边坐着，它一口一个怕狗，还一个劲靠近，是想追求刺激吗？我自己养的狗，吃喝拉撒没有花你们1分钱，今天也轮不到你们在这里指手画脚。刚刚是谁说需要照顾孕妇的情绪？你这么贴心，那你带她回家里照顾去啊！我就是从医院里刚出来的，警告你们，我没有惹任何人，你们也不要惹我。我有病，人都是欺软怕硬的。一番发疯下来，周围的人群的确安静了不少。就在我以为这一次林音没有理由碰瓷的时候，刘健突然又开了口：“青青，你冷静点。虽说我们结婚3年了，你都没有怀孕，但是你不能拿人家孕妇出气啊！”此话一出，周围人看我的目光瞬间变了，合着是个受了刺激的疯婆子，有没有人管管啊？这要是伤了人，谁来负责啊？难怪领着个小畜生在医院门口逛，合着是嫉妒人家能生啊！这人心肠真歹毒，非要把孕妇吓出个好歹才高兴吗？呸！要我说，这种人活该生不出孩子。都说最毒妇人心啊，要么说嫉妒2个字都是女字旁，太可怕了。刘健静静地听着大家对我的指责，丝毫没有帮我说话的意思，反而一把抢过我手里的体检报告。青青，没法生孩子你就去看医生啊，为难一个孕妇做什么？这么多年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我对你真的太失望了。那张写着我的名字的单子上赫然写着不孕不育4个大字。有人现场开了直播，井号不孕不育疯婆子带狗恐吓无辜孕妇，井号相关话题很快就被推上了热搜，直播间顿时涌入了一大波打着正义使者旗号的观众，默契地开始了对我的批判。现在对于精神病伤人的处罚还是太轻了，这耳鼻可真是比羊的晚一出生的东西。希望你这辈子不会有自己的孩子。严重怀疑这种就是会偷偷往共享单车车座上藏针头的玩意，心肝早就黑透了。自己生不出孩子就想害别人，心思也太歹毒了。真是可怜了那只小狗摊上这么个主人。算了，我说话难听，我先走了。直播那人就坐在一边，悠哉悠哉地看着热闹，还时不时转述几句网友们义愤填膺的言论。我眯着眼睛看着刘健，试图从这个和我山盟海誓的男人眼里看到一丝心疼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对方不仅没有丝毫言语或者行为上的维护，甚至要为那些尖刀利刃一样扎在我身上的言论拍手称快。夏青青，你真的让我觉得耻辱，我们离婚吧。刘健的声音适时传来，语气里带着浓浓的失望，似乎有我这样一个恶毒心狠的妻子是他的耻辱。林音闻言轻咳2声，赶紧走过去。他楚楚可怜地抬头，眼底的泪珠垂挂着，随时准备落下。他轻轻拽了拽刘健的袖口，柔声劝慰：“你不要这么说了，姐姐这样做或许是有什么原因的，是我不好，你不必为她说话。”刘健厉声打断了对方的话，似乎觉得语气冷漠了些，声音又放低，补充了一句：“不是每个人都如你这般天真心善的。”这样有恃无恐。我知道刘健是笃定了我会痛哭流涕求他原谅，毕竟在他心里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恋爱脑倒贴女。只不过这次我不会让他如愿了。好啊，我冷笑一声，在对方一瞬间的怔愣间后，不急不缓地反问：“刘健，对于你自己的妻子，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来带节奏指责，对这个女人反而温柔体贴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俩有一腿，故意逼我离婚分家产呢。你胡说些什么？”刘健神色一变，
都没心思理会我竟然会轻易同意离婚，赶紧开口辩驳：你这个疯女人，可不要污蔑我！我和林音清清白白，你再乱说，我可告你诽谤！哦，我呵了一声，抬眸冷眼看他：你刚刚不是说你们两个清清白白？那你怎么知道他叫林音？周围人看热闹的目光中带着几分疑惑，看向了刘健和林音。人群里渐渐传出了争论的声音：对呀，你这小子不是说和他清清白白吗？萍水相逢咋就知道人家名字了？帮着陌生人欺负自己的媳妇，我看你也不是什么好物，怎么就帮着陌生人欺负了？那女的自己就是黑心肠啊，人家这叫帮理不帮亲。现在小年轻的世界真的是太乱了，我这个老婆子看不懂喽。林音听着周围的声音，眼珠一转，声音里瞬间带了几分委屈：姐姐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不孕不育的单子在这里，再怎么也不该因为自己就对我有意见啊。刘健也缓过了神，沉着声音开口：我是说和他清清白白，又不是说和他不相识。刚刚在医院我帮他取报告单的时候看到了名字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他像是觉得蹩脚的理由说服了自己，就可以欺骗所有人，越说越有理，越说腰板挺得越直。我在医院里助人为乐，你却在外面恶毒至此，你自己说说，你有什么脸和我站在一处啊？虽说你犯了7出不孕，但是念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我也不会怎么样，大不了以后我们就领养几个孩子。但是我没想到你是这样恶毒，这样的黑心肠我却是难以容忍的。我看着刘健一副慷慨大义的样子，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。还不等我开口，刘健的手机铃声忽然响了起来，不知电话那边的人和他说了什么，只见他的脸色越来越沉，眼底的情绪也变了又变。电话挂断良久，他才神色复杂地抬起了头，看了看林音，又看了看我，随后他恶狠狠地瞪着我，伸手指道：是你，一定是你，是你故意找人冒充医生骗我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你？看着对方的样子，我也大概猜到了电话的内容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他不怀疑林音肚子里的孽种，不在意自己头上绿到发光的帽子，还有时间逼问我。看吧，果然是我的恋爱脑让他忘了照镜子。刘健，我一字一句的开口，替他公开了电话的内容。我们的检查报告单打错了，不育的人是你，不可能。刘健和林音几乎是同时开口，只不过前者是狂暴怒吼，后者则是带着几分彷徨无措。一定是你故意戏耍我。对啊，姐姐，你不能因为想转移大家的注意，就这样污蔑哥哥。不等他们继续开口，医院里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医生疾步走了出来，对着我们鞠躬致歉。实在抱歉，夏女士和刘先生，这个才是您二位的报告单。刘健名字后面的不育2字赫然出现在了众人视线，这下子不只是人群，直播间也炸开了锅。我累个2级反转，本来是来当英勇群众的，这下子让我吃到真瓜了。妈呀，整到最后是这个男的生不出孩子啊，那他还一直指责他对象干集贸。话说，男的本来也生不出孩子，我去他的，谁爱生谁生。我天天吃国潮外卖，用黑心棉荧光卫生巾，我的荧光笔肯定生不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走错片场了。不是，就没有人说那句犯了7出吗？都21世纪了，竟然还有男的拿这个说事。666，我赞同女的给男的踢了，什么东西，真不是个男人。人群里有人发出质疑，怎么突然就成这样了？不会是这女的找人做戏吧？此话一出，立刻有人出声反驳，不可能，
戴医生我认识，我们邻居家的小两口就是在这儿做的检查。戴医生说的不可能是错的。趁着这时，我适时开口，不分青红皂白就冤枉污蔑自己的妻子。刘健，你听好了，不是你不要我，是我要和你离婚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吵翻了天，还有义愤填膺的群众对这两个人吐口水。刘健也顾不得和我争论，赶紧灰溜溜的离开了。林茵也急忙大着肚子追了过去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他们的恩怨就让他们自己去处理。我注册了账号，给不明所以的吃瓜群众平静讲述了事情经过，引得众人一致愤慨。真不知道我们养猫养狗的招谁惹谁了，这个社会对我们的恶意太大了。那怀孕的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张口闭口就是畜生的，真是自己是什么东西，看别人就是什么。我早就看着那两个人眉来眼去不简单，渣男贱女赶紧锁死，可千万别让他们流入市场。真不知道他们老刘家是不是有皇位要继承，还搞七出那一套，真是封建，又封又建。一夜之间，我的账号涨了几十万的粉丝，而刘健和林茵则是被网友们一致攻击谩骂。3天后，刘健和父母一起来到了我的楼下，和往日里的人模狗样不同。面前的人眼底青黑，满脸胡茬，憔悴又邋遢。青青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求求你原谅我一次，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好吗？连一向趾高气扬的刘父刘母此时也消了气，便纷纷劝和：小青啊，我们也说过他了，这小子犯了糊涂，说些混话，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。对啊，咱们才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关起来自己解决就好了，何必闹得这么难看？青青啊，那些人竟然还往我们家里扔臭鸡蛋送花圈，爸妈现在都不敢出门了。你快发个视频告诉大家一声，都是误会。误会？我偏了偏头冷笑一声，那请问是你无端帮着别人攻击我是误会，还是你婚内出轨和别人纠缠不清是误会？夏青青，刘健明显脸上有些挂不住了，沉声开口：我已经放下了男人的尊严来求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的尊严？我抬了抬左脚往鞋底看了看，又抬起右脚看了看，然后疑惑开口：在哪里呢？我怎么没看到？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哀？眼看我这边对刘健软硬不吃，刘母直接使出杀手锏，嗷一嗓子就开始了魔法攻击。青青啊，我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，你这心怎么这么狠啊？你这可让我老婆子怎么活啊？随着对方几嗓子哭嚎，周围邻居也纷纷开门查看情况。看到有人来了，他演得也更起劲了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拍着大腿。我这么大岁数伺候你们小两口，吃喝给你们洗衣做饭，我图个什么？不就图你们两个好好的？我真是活不下去了。小健不过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你怎么就小心眼咬死不放了呢？你出去问问哪个女人不是这么过来的？我这个人没有别的优点，就是听劝，他让我问我就问。于是我抬头问向他：所以你怀刘健的时候，叔叔也在外面偷吃，所以你男人婚内出轨，你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忍着不说，那还真是仁者绿毛龟。对方脸色一变，刚要开口反驳，我又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补充：那可不行，你们这只能叫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这样的家风我可无福消受啊！赶紧去民政局把绿本拿了，以后我们各不相干。3个人眼看在我这里讨不到好处，又想来硬的，逼我就范。结果刘健才往前走了几步，就可以被邻居众人拦了下来。人家小青说得够清楚了，真不知道
你们哪来的脸还敢来找他？再敢撒泼打滚，我们可就报警了。网上的视频大家伙都看到了，你们可别欺负小姑娘一个人住，我们都是撑腰的。都是什么东西？我看这男的完蛋，你们老两口也白活一辈子。就是，一家子都不要脸，赶紧滚！三人被推搡出门时，我看到了刘健眼底那一闪而过的阴郁和恨意。接下来几天，这几个人都没再作妖，安静的有些诡异。一直到去办理离婚那天，刘健才给我发了消息。我知道我罪无可恕，只不过在我们分开之前，再让我陪你遛一次狗吧。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从前刘健对小狗说不上讨厌，但也绝不喜欢。每次我找他和我一起遛狗，对方总是有无数个理由拒绝。这次竟然还主动提出和我遛狗了，我自然不会同意。小狗是我的婚前财产，凭什么用我的财产去让他不留遗憾？再者说，那样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人，我自然不会用小狗的安全去做赌注。而且，就算是为了钓鱼，我也有别的饵料。我开始带着小狗在账号直播，分享遛狗和养狗的日常。果然，没过几天，刘健就忍不住露出了马脚。这段时间，全国各地开始出现大量的宠物中毒事件。起初只是一两只小狗中招，慢慢的，不同地区都出现了小狗中毒的报道。主人牵了绳，甚至给小狗戴着嘴套，也抵挡不住毒药的侵害。我一方面为这些无辜的生命痛惜，一方面没日没夜地盯紧了监控。没错，早在从医院回家之后，我就在自己的门口附近安装了监控。这个房子是我婚前自己全款买的，也是我和小狗的第一个家。夜里，刘健的身影缓缓出现在寂静的夜色中，鬼鬼祟祟，在我的门口张望徘徊。他走之后，我第一时间保存了监控视频，然后前去检查。那块不合理且突兀出现的肉干，让我不禁怒火中烧。我已经可以确定这块肉干一定有问题，竟然真的有人心狠如此，对一个不会说话的毛孩子也能下此毒手。报警之后，警察很快就来了，我提供了监控，肉干也被拿去检测。我的视频还在继续更新，小狗也继续出镜。终于1周后，刘健有些坐不住了。下班之后，刚走到小区门口，我就看到了等在这里不知道多久的刘健。这是我们离婚之后第一次见面，对方的眼里满是伪装的深情，看得我心里越发反胃。青青看到我回来，他急忙上前几步，激动开口：“和你离婚之后的这些天里，我自己做了深刻的反思，是我不是人。是我做错了，没有你我真的很不习惯。青青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给你跪下了。我们带着小菜一起好好生活。”我心里冷笑，原来是打上了小狗的主意。前面一番话感天动地，若不是看到他眼底闪过的隐忍和狠厉，换个人都快被他的鬼话哄骗了。我和对方拉开了距离，声音冷漠：“给你1分钟，再不离开，继续纠缠我的话，我就报警了。”青青，刘健跪在地上，疯狂地扇自己巴掌。我这次是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一点都不顾及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吗？感情不提这个还好，提了我更生气了。我和你结婚3年，你和林茵在一起搞了2年半，你有什么脸跟我在这提感情？刘健闻言，表情一凝，随后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：“青青，我也是被那个死女人蒙骗了啊！和你离婚之后，我才后知后觉你才是我最爱的人啊！我们复婚吧！我发誓，从今以后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
我刚准备对着这个不要脸的癞蛤蟆吐一口唾沫，余光瞥见不远处拐角的那抹身影，计上心头。那林音呢？青梅竹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就不顾了？我呸！什么感情？提到林音，刘健狠狠呸了一声，满是愤怒和嫌弃。那个贱人勾引我，还给我戴绿帽子，老子迟早废了他。那种货色我才看不上。青青，你知道我的心意的，他连给你提鞋都不配。我真的只爱你一个人的。好你个刘健！一直躲在不远处的林音听到这里，也终于忍不住了，大步跑了过来，就拽住了刘健的胳膊。是你说了，心里只有我一个，我才愿意跟了你的。现在你什么都不承认了是吧？刘健被对方突如其来的出现惊了一瞬，随即便一脸怒容，反手就给了对方一巴掌。臭婊子，你还敢打我？你肚子里的野种是谁的？老子给了你那么多钱，你都去外面养小白脸了。林音也没了绿茶的娇弱，当时就回怼回去。我呸！你连裤头都是我给你买的，我花了你什么钱？那你敢说你没有给老子戴绿帽子？那还不是因为你个秒男不行。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，互不相让，很快就厮打在了一起。我假装劝了几句，脚步却是慢慢挪远了些，免得被误伤。周围很快就围满了人，大家议论纷纷，有人劝架，还有人又拿出了手机，开始录起了视频。不知是谁报了警，警察来了询问过后，目光落在了刘健身上。经调查，你11月3日在小区住宅故意投毒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什么投毒？刘健面色露出慌乱，赶紧开口解释：我没有害人啊，警察同志，证据确凿，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警察同志，我真的没有害人啊，我是想要整死那个小畜生，那个要我问了，对人是没有伤害的。刘健话音一落，大家看向他的目光里都带着浓浓的憎恶。这时，人群里一个女人疯了一样冲了出来，对着刘健就是2巴掌。就是你，是你害了我儿子。直播间此时也炸开了锅。这段时间，宠物中毒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越来越多的毛孩子中了招，下毒之人却每每隐身，大家都憋着一肚子怒火。这个时候，刘健无疑是把自己架在了群众的枪口上。我的毛孩子平时身体特别好，几乎不生病的，就是被这种畜生下了毒，下楼遛弯回来就吐白沫了。该死的，他能不能被车撞死？这种人都是心理扭曲。今天敢给小狗下毒，明天就敢犯罪。胆小的下毒报复在宠物身上，胆大的开车报复在人身上。毒害小动物不只是养宠人的事，是关系到全社会的事。大家一起重视抵制。顶！动物保护法赶紧提上进程。地球不是只属于人类。直播间的怒火熊熊燃烧，刘健很快就被人开了盒，他的照片被各种恶搞，无数人打电话发消息给他的祖宗18代，都骂了个遍。曾经在我身上上演的一切，都在刘健身上复刻重现。他的家门口整日里都堆满了花圈和臭鸡蛋，人人唾骂，吓得刘健几个月不敢出门。我和小狗依旧每天拍视频，偶尔直播，生活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。再次听到刘健的消息是在半年以后，听说刘健整日里酗酒，甚至还染上了赌博，没钱就去折磨林音2个人几次，闹到了警局。林音肚子里的孩子也因为刘健推搡之下意外流产。有了刘健的下毒事件，网络上给动物立法的呼声越来越高。有最新新闻报道，动物保护法已经在拟定中。我带着小狗去到了海边散心，
一人一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夕阳西下，我们的影子被无限拉长，我们的心声才刚刚开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